大爷，老大爷，怎么在这儿坐着呀？有家属吗？大爷，能听到我说话吗？哪儿不舒服啊？是哪儿不舒服啊？心脏不舒服是吗？大爷，听到我说话点点头。大爷，值班护士，给我推个车。 哎，唐主任，你们组那7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7床，就是江百烈昨天从急诊收的那个老头。我看了检查报告了，已经到了疾病中末期了，根本没法手术。哎呀，现在科室床位紧张，不手术的病人占着床，我想收病人都收不进来啊。这样啊？早啊！早，曹主任早。 来成叔，换了新的羊绒衫了啊，对，哎呀，可舒服了，尤其是贴身穿，就像人体的第2层皮肤一样。你应该多买几件，这个牌子不错。平时啊，每天换一件呀什么的。我还是喜欢你正常一点，这个颜色有点喜庆。白烈，哎，收了一个新病人。啊，对，昨天在急诊收的。什么情况？他是一个流浪的老者，年龄在70到80之间。我昨天在楼梯角落发现他的时候，他心绞痛发作。 心电图提示是 Q 波异常，陈旧性的心梗。啊，这是他心肌酶的检查结果。我看。啊，但是挺麻烦的。什么麻烦？他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住什么地方，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会儿看一下病人，我先换衣服啊。嗯。谁的？哎呀，都是一些虾条啊、薯片什么的，吃了可能容易会变胖的。我正打算就扔掉。说的有道理，我帮你扔了。不用麻烦你了。不麻烦，我换衣服啊，马上走。啊。截胡了。哎，吃吧，它可以再丰满一点。处长早。早。哎，上周普外死亡的那个病人。 有人看到闹事分子主动和病人家属接触，所以跟保卫处说一声，让他们提高警惕。知道了。请进。哎，王工。小李啊，你们欧阳处长来了吗？啊，来了，刚进去。 好。小李啊，没人啊？处长，处长，王工来了。哎，不应该啊。他是不是出去了？那我等一下再来吧。啊，谢谢啊。 处长您，那个王工得到了准确的消息，今天他们就要闹，所以通知保卫处让他们准备一下。啊，知道了。哎，那个处长您刚才我一直都在办公室。从超声图上看，病人情况可是不太好，心脏都快跳不动了。唉，一个3无人员，疑似阿尔茨海默病，还说不清楚自己的病史。我估计啊，他以前应该有过多次心梗，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治疗。而且现在心肌活性很差，心梗的面积又很大，其实做搭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江百烈，你怎么看？我不想放弃。
其实经过治疗，老伯的情况还是有明显的好转。所以你想继续治疗？除了对症治疗以外，我想给他做个心肌核素，看看他活性心肌的面积还能不能再做搭桥。小百丽，这个病人的情况，那就按江美丽说的去做。江美丽，哎，这个病人是你收入院的，那这个病人就由你负责。好，不只是治疗方面，还有跟救助站沟通、协商医疗费的事情，还有病人的情况我们都看见了，卫生的问题，应该有1、2年没有洗澡了吧，味道很重，不要因为它影响同病房的其他病人，这些你都能做到吗？我可以。去开单子吧。谢谢主任。这个病人的情况综合来看实在太不乐观了。小百丽太年轻了，也没有经验。重病组在于收治各种危重病人，唯有分寸。对了，今天上午手术排了吧？王教科已经把人接走了吧？已经送过去了。那你们先去，我接个电话，马上过来。好，行。喂，刘副院长。啊？现在？好，我马上。他干得挺好的，上个月还评为最美志愿者呢。别臭美了，我就是不想让他在医院掺和，让别人说刘副院长老婆爱作秀，我把他志愿者给辞了。没想到，他这么的生气，把我赶出来了，还威胁说要离婚。那你找我来是为什么？骂你啊！要不是你多管闲事，我会在这儿过夜吗？我不管，你去跟周林说。我必须得回家，而且必须向我道歉。我可以原谅他。刘峰，你好好用自己脑子想一想，人家周林跟你说出离婚这种字眼了，你以为只是为了辞去一个志愿者的事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跟你说什么好呢？这一次我真的没有时间再替你说话了啊，我得去手术了。哎，你等等。那是为什么呀？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么多年都挺好的，他突然这样，我有点懵。你有点懵？那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这事你得问当事人，只有周林他自己知道。你应该去问周林。早上没吃饭，刚才在手术台边上，我差点让饿晕过去，肚子咕咕的叫。哎，一鸣，我回办公室。你不是饿晕了吗？饭盒在冰箱。对，我饭在冰箱，但是我待会儿想叫个别的外卖，那个还得跟美琪有个视频聊天。我回去了，你们待会儿别听我们聊天，跟电灯泡似的，是吧？行，我走了。一起吃吧。好。谢谢你送我的手套，很暖和。啊，你不用谢我，那不是我买的。佳宇，你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俩刚开始可以无拘无束聊天的那段日子。
即使赵教授回国了，我们起码也是朋友。而现在呢，最近你好像总是躲着我。我知道，你最近挺累的呀，然后也挺忙的。我跟你说这些话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想再这样暧昧不清下去了。我想把话说明白。谭佳宇，我喜欢你，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开始喜欢你了。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没变过。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在一起。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吃饭了吗？还没，我在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直看你在弄东西，你到底在弄什么呀？能看吗？别人肯定不行，你当然可以啊。主要我看现在社会上针对先心病慈善基金有很多，而且每个慈善基金侧重点不同，网上有各种消息，真假难辨。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能把所有的公益慈善基金直接和心脏中心对接，由我们医护人员事先把它做成表格，然后挂在医院的宣传栏上，这样的话大家就都能看见了。那些担心费用的家长就不会放弃给孩子治疗了，甚至医院应该也不会再发生遗弃孩子的事情了吧？看着我干嘛？我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了呀？当然不是。我是在想啊，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出现了，但是医院。没事啊，您慢慢想，不着急。想起来您随时告诉我。哎，走。梅丽，吃饭的时候愁眉苦脸，可容易得胃病。啊？你不相信？你不知道，这外科医生得胃病的概率是其他科室医生的3倍。
因为吃饭的时间和次数都随缘，按照现在的说法呢，叫佛系用餐时间。还有啊，这个科学研究表明啊，人类是最接近骆驼的生物，吃一顿顶一天。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孙主任，你这是逗我，没想到您还会开玩笑。你以为就你们唐主任性格活泼，性格可爱啊？没有，我性格可好了。那你怎么了？我收了一个病人，怀疑是阿尔兹海默病。我就在想，他是什么时候走丢的？怎么走丢的？他肯定有家人吧，肯定也在找他吧。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还病得这么严重。江百烈，不要对病人过度同情，这样对你没好处。这道理我都知道，可能是和我姥姥有关系吧，所以你姥姥？我姥姥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当时病程发展得很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我刚上大学那一年，她就走丢了，全家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找她，到现在都没找到，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只希望，如果她生病了，能有医生收她入院，给她很好的治疗。处长跟你说的一样，那群人在医院门口那几摊来了。走，看看去。哎，安和医院草菅人命，还我公道！喊呐！还我钱！还我命！你又来啦？可算来人了，我认识你，安和医院医务处的姚大强，你有什么要求提吧。李家强上周来你们医院切阑尾，就那么大点儿手术，人就没了。像这种特大的医疗事故，你们医院是不是该给个说法啊？家属呢也特意委托我们来替他讨个公道。李家强是来我们医院切阑尾，但是突然死亡是因为他脑子里面长了一颗动脉瘤，因为动脉瘤破了，导致死亡。这是第三方给的尸检报告结论，确认医院没有责任，家属当时也认可。那是你们医院伪造的，是你们医院串通第三方，合伙骗我们的。对，骗我们的，诈骗我们，惩办用意，骗吧。就这数，赔钱啊，我们就走人；不赔呢，我们就天天来。下回来那就是披麻戴孝吹唢呐了。一条龙服务了。哎，王工，所长，你们欧阳处长人呢？哎，您来的不巧，我们处长和小李去处理闹事的了。在哪儿闹呢？我告诉你们，姚大强这个人，他跟医院开价80万，闹事提成20%，他个人就要拿走16万。我就想问问，他一天雇你们要多少钱？哎，你们别听他瞎说啊，我可提不了那么多。我向你们保证，这个人拿的只多不少。大伙儿都别听他瞎说，咱们接着喊。喊什么喊？我还没说完呢。安和医院1毛钱都不会给他，所以你们跟着他1毛钱都拿不着。我们别去说好了。行，这波人走了，我明天雇新人，哎，一条龙服务，给整全套的。姚大强，现在人人都拍视频呀、发微博什么的啊，我来也给你曝曝光。他就是个闹事分子。别动，别动，别动！进，唐主任，宋主任，什么事啊？不会是又为了病床的事吧？啊，不是，病床的事已经解决了。我找你呢，就是想谈谈江百烈和他这次收的病人。江百烈由于个人的原因，对这次收的病人
格外上心，我是担心的。如果决定不能手术了，江百丽会受不了。要不要给齐壮换个管着医生？宋主任，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要注意对江百丽的培养。觉得你得加强对江百烈的培养。你不会又要跟我说不用我管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对，弯路尽量要少走，但是有一些路还是需要他自己去趟一趟，明白我意思吗？哦，就是太残忍了点。我们这个职业本来就是个残忍的职业。今天真的忙忘了，停电。潘主任，我那水龙头有点坏了啊。需要帮忙吗？啊，不用，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啊，好，修好了。啊，来，暖暖手。啊，谢谢。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什么事儿？那个手套不是我买的，是你妈妈给你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一到冬天手脚有冰凉的？不过这件事上，我希望你不要劝我。我没想劝。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想什么？要是我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我就能看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唐，在你8岁那年，陪你度过所有的难关。那时候我有不开心的事儿，就可以跟你说了。嗯。几点了？不是大半夜的，你要吓死谁啊？这至于吗？就吓死你了，就吓死你了！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活品质，生活品质。我跟你说吧，我自从贴上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整天就容光焕发的，我的皱纹好像都没有了。美琪给我的，哎，你要不要试试？哎呀，这是美琪给我的，你看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就你这张老脸，你再怎么做面膜，再怎么减肥，你跟那柜姐站在一块儿，你还是像他爸。他就是想卖你东西赚你的钱，你能不能清醒点？我就愿意让他赚我钱，我就是想买的东西，我就想他赚我钱，怎么了？不行了，不行了！这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瞧瞧你们这一个个都怎么了？就那么看不惯我们现在这样，有完没完啊？哎，老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你不许这么说我们家美琪。你把刚才那句话给我收回来。我不，你天天装疯卖傻的，我早看烦了。老婆，你们怎么都这样啊？我宁愿跟曹主任挤在一起，我听他打呼噜。哼，我也不愿意跟你同在一片屋檐下。哎呀，就跟我愿意似的，懒得管你。不是，怎么样？心绞痛，硝酸甘油不能缓解。止血心吧，静脉给药。
再拼一点，再拼一点。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觉得我可不能跟这么一个每天就知道嫉妒的人合作。我嫉妒你，我一个独身主义者，我嫉妒你，我就同情你，你个恋爱脑，恋爱脑。亮哥，虽然我比你大几岁，但是我可一点都不怕你。你想打架是怎么着？不是，怎么着？你还要打我呀？啊，走啊，试试啊。反正你那假牙该换了，走啊，走。那个厉害了，你试试。走走。给我坐下，干什么呢？两个人加一起几岁了，还打架，让人家笑话吗？我告诉你们啊，谁先动手，开除重病组。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能同台手术了是吧？这种情况必须尽快做搭桥才行。现在只能是勉强缓解，但这个病人的心脏活性。七成心肌核素的结果。我去找下主任。哎，百烈，主任，主任，七成老大爷有突发心梗，估计他的心肌核素情况不太好。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救救他呀？那白烈，跟我来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白烈，坐。7号病床，陈旧性的心梗已经造成大面积的梗死，再加上今天新发的心梗，他已经不具备搭桥的手术指征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其实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心脏移植。可是他这个年纪，对，他这个年纪，三无人员又疑似阿尔茨海默病，这3点叠加在一起，可能排到供体的希望微乎其微。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心脏支撑不了多久了。但我昨天给他用药以后，我觉得他恢复的还挺快的。主任，你肯定还有别的办法，对吗？就像以前一样，每次来一个大的反转。百烈，你还年轻，经验少。昨天我看了超声的结果，已经救不了了。您既然知道救不了他，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负责他？因为王雪纯的事情，你辞职了。能够在心脏上做手术，让心脏停跳，再让心脏复跳，经常会给我们一种错觉。
你为什么把我赶出来？这2天我也在反思，但是怎么想，我觉得我们俩也跟离婚扯不上，而且正好相反，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令人羡慕。羡慕什么？羡慕我们彼此支持。你是想说，别人羡慕我能做副院长夫人，未来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吧？那不是吗？你过得还不好吗？吃穿不愁，要啥有啥，而且我从来没出过轨，在这一点上算是模范丈夫了吧？我还不够爱你吗？是，我忙，我不顾家，但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你说说话呀！你这么不说话，让我害怕。这是什么？2年前，我患上抑郁症的诊断证明。其实我已经不开心很久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说过，我要是生了孩子就辞职。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我能当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就足够了。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把自己丢了。如果婚姻里永远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去老公同学的饭局连话都不能随便说，只剩下刘太太或者副院长夫人的身份，我不想留在这个婚姻里了。患上抑郁症半年，我一直都在吃药。你是医生，你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我吃的不是维生素。刘峰，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应该离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们2个人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过下去了。我想，我把他叫来了，一会儿我就躲到外面，然后你就问他，你说是不是非要赢我？只要他承认，我就冲进来，当面戳破他。我不问，我可不想卷进来。我问这种问题多尴尬啊！我知道，但是你不问就得我自己问，可是我不想自己问，所以只能牺牲你了。那就不能谁都不问吗？反正你也说了，他不可能喜欢你，你也不会喜欢他，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答案呢？因为我要是不戳破他的话，他就赢了。所以啊，我真的很想弄清楚答案，只能靠你了。那我这么尴尬，我图什么呀？有什么好处啊？要不然你3个月不要抽查我们心脏中心的卫生？不行。1个月也不行。无偿啊？那我为什么要跟你问这种尴尬的事啊？你自己说。为了友谊。你笑得出来？唐主任啊，王哥啊，欧阳处长找我有事。不是，我找你。你哦，唐主任，你是想问我这个心脏的进度是吧？现在还在做最后的磨损度测试，很快。不是，我不是想问你这个。那是想问我什么？我想问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欧阳处长？你们俩这样有意思吗？图什么？唐主任，你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应该问这个问题哈，我问挺奇怪的，但是你只需要回答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我科室还有事儿。3分钟够了吗？3分钟。有意思。什么有意思啊？我觉得跟欧阳处长针锋相对很有意思，是我
从小活到这么大，除了上学、考试、念书、搞科研以外，最有意思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见着他我就想跟他掐，一见不着吧，我还挺想他。王海明啊，你不会是喜欢欧阳吧？啊。哦，还有你刚才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总要跟他争输赢？主要欧阳这个人，他嘴太损了，他很容易就激起我的胜负欲，啊！但是现在这个也已经变化了。啊，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虽然我还是想赢，但是我不舍得让他输。你笑什么？我怎么这么笨呢？他跟你想的一样啊！什么？谁跟我想的一样？他是谁啊？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去讨论啊！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回科室了。哎，反正你们两个是一样的笨。我笨吗？谁叫我来的？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在这儿。主任，白练，我想好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留7床继续住院。白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可是他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不想他孤零零的走。进。主任，你找我？把门关上。坐。廖晓波，你怎么回事？我们征兵组一共6个人，你们2个闹水火不容，很难办的。没事儿，主任，我就是怕他上当受骗。你怎么知道人家就一定上当受骗呢？不是，主任，你看啊，他们俩年纪差距这么大，老秦又一身坏毛病，这姑娘图他什么呀？不是骗他是什么呀？我就是不想看他傻了吧唧的上当，我就说了他几句，他还当真了。我看你是不是怕他谈恋爱以后就没有时间像从前那样跟你出去厮混了？我才不跟他混呢！说实话。是。不是主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都离了3次婚了，他居然还不明白，爱情这玩意儿很玄乎的，跟爱情比，友情可靠得多。这老家伙居然还。
很走了呀。大家都过来一下，听我说两句。哎，明天呢就是除夕了，按照医院的老规矩，择期手术顺延到年后，能出院的都办理出院。一是让病人回家过个年，二是医护人员也能轮休几天。但是，你们都懂的，生老病死可不会绕过春节的，所以可能会值班。经过3个月的故障排查，没有一台样机发生过问题。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切地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进入动物实验阶段了。王海明，你之前是过分自信，这次又过分小心。如果人外医院比我们快，我都算你头上了。王工，你可真是凭一己之力，生生地将动物实验推迟了3个月。比起快，稳定性好更重要。我认为这3个月不叫浪费时间。哎呀，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暂时定年后吧。年后做第1例动物试验怎么样？没问题。跟护员的合同还有一些后续的协议要签。协议的事别跟我聊，去跟医务处聊。有人比我们会讨价还价，是吧？欧阳处长。知道了，走了。我去跟他谈一下啊。哎，主任，这王工和欧阳处长一向不对付，他俩一块合作会吵起来吗？放心吧，我觉得今后都不会。哦，对了，那个老秦让我跟你请个假。他为什么请假？老秦8成被他的小女友卖到山里挖煤去了。主任，外面有人找你。哎，徐密，唐医生，是哪儿不舒服吗？上次复查的时候结果都挺好的。我不是为了复查来的，之前啊在医院拍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想作为礼物送给你。谢谢你给了我一颗健康的心脏。确切的说，应该是我拿走了你的心脏。拍得很好。喂，叶主任，离他预产期不是还有1个月吗？好，我马上过来。协议的事情，护员那边怎么说？我一会儿把会议记录发给你。为什么是一会儿，不能现在吗？因为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还有比协议更重要的事儿吗？啊，你看，我爸啊，他加我微信好友了，这都是他跟我聊的。他说，他知道我是你男朋友的事儿啊，然后，比较关心我们2个人相处的好不好。哦，他还问我有没有时间，说过年的时候可以去你们家过年。啊，笑什么？姐，你来了。佳玉，这是我老公李辉，你们还没见过啊？你好。情况怎么样？昨天晚上开始宫缩的，用了药，想让胎儿在子宫里多待几天，但现在看来，今天肯定要出来。昨天晚上为什么现在才说？病人不让说的。啊，叶主任说你昨晚有手术，你又不是妇产科医生，妈说不如让你好好休息，是吧，妈？看一下胎心吧。因为没有到预产期，所以胎儿的心脏还是很严重。还有什么办法？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孩子出生之后才能确定。孩子出生后需要尽快手术。你放心，已经和新生儿科和介乳科都说过了，孩子出生马上会诊。你怎么来了？女肖说给产妇打了无痛，我来看看情况。
如果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我回科里了。哎，等一下，你不在产房外面等着？徐江月马上进产房了，他有家属陪他，他自己也说了，我不是妇产科。行啊，还是那么冷血啊。还有你，我什么呀我？无痛分娩，我们科室叫人从来来的都是主治医，什么时候麻烦过叶大主任啊？哈，就徐江月特殊，就因为她是唐主任的妹妹。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来，应该换李潇来，是不是？哎，开玩笑的，有主任当然用主任啦。正式通知你一下啊，明天回家里吃年夜饭啊。喂，刘峰，我跟周林谈过了。你说什么？抑郁症？我真没想到，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个，我手上有个很重要的病人，晚一点再说好吧？你说这都快过年了啊，病人少了，也没什么手术了，要是天天这样，可就好喽。天天没手术，你不难受啊？老秦，你怎么来了？咋了这是？哎，老秦，你今天不是？不要问我为什么请了假，又为什么来上班这种无聊透顶、荒唐至极的问题。哎，咋了？叔，你今天没穿你那件爱心羊绒衫呢？别给我提这羊绒衫，以后再也别提了啊！我就告诉你们吧，要不然你们这群爱打听八卦的，早晚也得知道。哼，我现在又恢复单身贵族了。别幸灾乐祸，我懒得管你。不，单身贵族，你跟我们说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他不光是骗了我的感情，还怎么着你了？还骗了我的钱。叔，咱客观的说，你也不能算骗。他们家衣服还不错，你就当做是消费了嘛。不光是几件衣服的事儿，还有别的。还有啊，老秦，你还剩什么呀？哦，这么多，别动，这冻坏了。这都是高科技产品，很金贵的，5800一台呢。但是买10台可以送2台，如果亲戚朋友要想要的话，还可以适当的打个折。哎，这个美琪呀，表面上看她是个柜姐，其实她是个挺好的微商。哎，老秦，这东西这么贵，有什么作用啊？失眠、健忘，体虚、肾虚、肾弱，尤其是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特殊的疗效。对冠心病，冠心病，人呢？都不在。哎，你们去哪儿了？主任，老秦这柜姐太坑人了，老秦也不容易，还真下得去手。主任，我们刚才上了一堂生动的防诈骗课，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这是主任，您用按摩仪吗？能治疗糖尿病和冠心病的那种。主任，我好像又失恋了。我觉得咱们组婚姻最幸福的，那就是周达了。节哀吧，秦大忠。好像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组婚姻最幸福的应该就是周达了，倒是个很好的例子。主任，即便是我婚姻特别幸福，你也别那样看着我，我心里发怵。坐下吧。我是想说，徐江月早产的事儿。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肚子里的胎儿胎心发育，并没有我们预期的好。那这个孩子真是命运多舛。所以我认为还是需要手术的，只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术式，希望球囊介入就能解决。这是新生儿主动脉瓣狭窄的首选术式。我就是提前给你们打个招呼啊，别到时候我要手术找不到你们人。你们放心吧，主任。婚姻幸福了，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爸爸怎么知道王海明的微信？
还不是趁我睡觉了，他从我手机里找出来的。这个老头子胆子大得很嘞。要不然今天就跟他讲了吧，这事也瞒不住了呀。要叫你去讲哦，我可不敢讲。我要是讲了，你爸爸、奶奶、姑姑能让我安生吗？我不敢说，那怎么办呀？先不要着急，不然你可以让小王先给他回个微信，啊，就讲嘛，这个他家里有事情来不了了，好吧？然后等到过完年，我们慢慢的给爸爸讲。他有高血压的呀。这倒是个办法。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先挂了。进来。你怎么来了？我发你的资料，你看了没啊？我还没来得及。啊？这太不像你了，你平时工作的事都那么积极的。还不是因为我爸的事儿。那个王海苗，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我就知道。没问题，我们是同事嘛，对吧？本着这个互助互利的原则，我就再帮你一次，做一回你的男朋友。你不就是想让我做男朋友陪你回家过年吗？哎呀，那个其实哎呀，行了行了，你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是这个年纪的人，都明白的，对吧？在家里被家里人催婚，我懂的。我正好也不想回家过年，家里亲戚太多，在耳边唠唠叨叨，烦都烦死了。这样，我今年就跟你回家过年，好吗？但是有一个事儿，咱们提前沟通一下啊。这个一路上你得对我态度好一点，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我也要面子的啊。好，徐江月，刚才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听我的啊，全神贯注的深吸一口气，把气吸进去啊，然后再全神贯注的向下用力，来试一下，气先吸进去，吸足，好的，往下使劲儿，徐江月，好的，非常好啊。是个男婴，34周的早产，体重12.2公斤，新生儿的评分是5分，婴儿现在已经在新生儿病房了。检查的结果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了吧？接下来就看心外怎么决定了。龙向东，新生儿的左心虽然得到一定发育，但是有微重度的主动脉瓣狭窄，现在已经给了前列蒂尔，维持主动脉导管的开放，用右心室支持体循环。但是呢，还是有猝死的可能。我认为需要尽快手术，首选是介入球囊。虽然这是姑息的疗法，但是会有改善，而且这样做为今后的手术打下基础。孩子现在身体代谢紊乱，耐受不了手术，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麻醉这边也有问题，得过了今晚，看明天的情况。我也是这个意思，看今晚能不能熬过去吧。要不我去找家属谈吧？上次徐江月住院的时候就是我管着。不用你去，我去，我亲自跟他们说。对的，护士长，我先走了啊。放心吧，那个，如果能熬过今晚，明天麻醉不会有问题吧？现在没有办法推测。以你个人经验来看呢，我想心里有个数。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呢，现在就是无法推测，得看明天的情况。来了，走。不用了，徐叔他们呢？李辉情绪快崩溃了，徐叔带他出去透透气，顺便吃口东西。他们一天没吃东西了，你吃不吃？不用了。会审结果，你先不要动，你刚生完孩子，躺好。那我是等他们回来再说，还是？我等不了。说吧，我能承受。早产的胎儿身体本来就弱。再加上他之前心脏的问题，
他现在身体代谢功能特别紊乱，身体的情况很差，所以没有办法耐受手术。只要能够熬过今晚，明天身体一有好转，就可以手术。好好休息吧。佳宇，这孩子就拜托你了。他是我的病人，我本来就应该对他负责，不用你盯着我。进。刘渊，找我有事吗？我没事儿，是我们唐主任叫我过来的。他说，让我跟您传授一下这个幸福婚姻的秘诀。说说吧。那刘渊，那我就浅谈一下。其实吧，这个婚姻幸福啊，就俩字儿：平等。夫妻付出的感情平等，大家承担的义务平等。妻子生孩子这事儿，对吧？辛辛苦苦怀胎10月，经历各种的生理不适，生完孩子以后，如果孩子由丈夫抚养，那叫平等。你负责生，我负责养，一人一半。那现实呢，恰好相反。丈夫下班回来以后，带着孩子去小区里边溜达一圈，街坊邻里看了以后说：“你看看，哎呀，这好丈夫啊！”那老婆呢，每天累死累活工作一天，对吧？然后，人家还怎么说呢？说你看啊，这家庭主妇，花着男人的钱，什么事儿都不干，真是悠哉。就是这么个情况，夫妻2个人天天见面，对方过得好不好，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真不知道，那也是装不知道。你说的还挺有道理。你怎么对这些这么清楚啊？刘远，我不怎么上手术，基本上都在病房里看病人，这事儿你应该大概听说过吧？我也奇怪，你说，别的外科医生啊，都是削尖了脑袋要进手术室，你怎么是个例外呢？我也不算例外。我以前也是往手术室里钻，就是在我老婆怀孕生了孩子以后，她得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我看到她那么痛苦，我那时候就在想，就算我努力地评上了主任的职称，可是我身边最亲的人过得不幸福，我能算得上成功吗？我配做她的丈夫吗？我有脸跟我的女儿说我是一个好爸爸吗？就是这些问题，在我想明白以后，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帮你看孩子，我陪你去看病，这孩子是重要，但是你更重要。咱俩以后啊，就每个人实现一半的人生理想，不能让一个人牺牲全部去成全另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尽可能的按时的上下班，挤出时间去照顾孩子。有的时候看到我的同事取得了成绩，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但是只要我一回家，看到我老婆孩子的笑脸，我就想，明天算什么？这2个女人对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你们注意安全啊！何龙，209床情况不错，给他开出院了。啊，心里有事儿。我未婚妻父母他们订了邮轮7日游，让我今年别陪他们过年了。但我就是觉得有点……哎，你瞧啊，人家老人现在都试着准备要跳出来了，某些人是不是可以跳出来？老崔，要不陪我值班吧？今天和明天。明天可是除夕，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行。主任，你还不下班呀？啊，我今天不回去，我担心那个早产儿晚上有什么事儿。哦，那我先走了。今天小东值班，要是忙不过来，你就给我。好。唐主任，那个主动脉狭窄的早产儿有什么异样吗？没有。你去忙吧，我看着他。好。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没事儿，又不是剖腹产，能走路，我就想来看看孩子。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我还让别人通知你的。那你能陪我说说话吗？我现在才明白，做母亲是什么感觉，所以我更同情她。她是谁？尤海丽。你不用同情她，她过得挺好的。姐，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你根本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我不像你，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我。她想永远瞒着你，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真相。如果你不知道，你会继续伤她的心。她做这一切。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怎么可能够啊？那段时间他过得非常拮据。我爸提出来帮他还债，帮他一起抚养你，他拒绝了。我爸又说，我给你女儿提供最好的大学，
在我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最好的生活。刘海丽只考虑了几分钟就答应了。你连结婚都只是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发了一张婚礼合影。他太想你了，一定要去看看你才放心。姐姐，我知道这些年你自己心里很痛苦，我知道你不好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你是失去了父亲，她也失去了丈夫啊。可是她不能崩溃，她要保护你，她要保护她的女儿。这些年一直是她在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她都不把这些告诉我？如果告诉你，你还能那么任性的长大吗？你还能心安理得的离开家吗？你知道吗？连你不接电话，他都替你找好了理由。他说：“这样也好，佳宇走得越远，就越能把小时候的不如意都忘了。”我问他：“那姐姐把你也忘了怎么办？”他哭了。然后又说，反正她不是一个好母亲。谢谢你，佳宇，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孩子情况不好了，怎么办？氧饱和度掉的太快了，上艾克蒙。好，快。艾克蒙到了吗？我去看看，要快。来了，这情况怎么样啊？孩子现在情况很稳定，准备可以手术了。谢谢姐姐。麻醉完毕。胸腔扩张以后，孩子的左心可以支持体循环了，应该再过个几年还要经历2次或者3次手术，所以你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有，谢谢你，唐医生。瞎叫什么呢？这是你姐。哦，对不起，谢谢姐。那赶紧告诉江月吧，她一定很着急了。佳宇，谢谢你。快走。佳宇，你熬了一晚上了，真是太辛苦了。你好好回去睡一大觉啊！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了。我走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从来没有怪过你，真的。女儿，有句话，妈一直想跟你说，在生活中啊，抓住幸福比承受痛苦更需要勇气。你从小到大受过很多挫折，可是你不要因为受过挫折就失去了抓住幸福的勇气。你应该勇敢的去抓住幸福，不要错过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人。唐主任，我找叶一鸣，他去手术室了，处理点事情。啊，那我去手术室找他。等一下，你确定吗？我确定。你真的确定可以和叶一鸣走到底？我一定会努力的。唐主任，努力不是靠嘴巴说的。我们俩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我就直接说了。你们两个都是事业型的，坦白的说，我真的很难想象你们将来真的有了家庭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你是希望我弟放弃事业来成就你，还是你能放弃事业？你在手术台上真的很优秀。但是你面对生活，面对你们两个人将来的家庭，你真的有底气吗？当然，如果你真的想好了，我们叶家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哎，小王啊，你第一次到我家来，不要客气的。好，来喝一杯。好好好。哎。来吃，来，吃啊！不要客气。哎，黄酒没有度数的呀！啊，小王，侬要好好对我们家珍珍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饶不得你哦。哎，对。来，好，干！哎，干！给。我们吃菜呀啊！小王啊，来吃点。侬不要讲，坐下。哇，姐姐不一样了嘛！哎呦喂，大家看啊，我们囡囡啊，开始心疼女婿了。哎，妈妈你看啊，你孙女胳膊肘往外拐了。管得好。哎呀！来，吃。好。哎，多吃点啊，多吃点。哎，好嘞。哎，龙大夫，这几张单子需要您签一下字。我现在要出去的。今天晚上就您一个人值班。看电视呢？聊会儿天啊。这你这叛徒儿子有什么好聊的？来。您就别跟我赌气了，过完今年就4年了，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儿子，你要是能让我吃上一顿靠谱的年夜饭，还不能让你妈知道是我的主意，那我就原谅你。包在我身上。哎，我要3万有没有？哎呦！
你们家菜真好吃。是吗？嗯。你们家人也挺好。那是你对他们不了解。嗯。他们像你，你最好。他们现在没看我们，不用装。我没有装。出这个，出这个。要吧？要不要？哎，服了！又服了，我就走了。这手机都编得好啊！哎呀，对不住了啊，对不住。呀，儿子，这蛋打得不错。还行吧，还行。妈帮你做鱼吧。妈，那个您就按那个网上查那个松鼠桂鱼那么做就行了啊。哎，你说咱是不是经常被一鸣这小子耍，咱自己还不知道啊？我觉得估计没少被忽悠，咱以后必须得提高警惕啊。说的有道理。妹妹，今天不是值班吗？怎么突然跑来了？我在医院待着待着，就很想你，所以就过来了。那你吃饭了没啊？天这么早，不冷啊？妹妹，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哎，对了，那你这跑出来，谁替你顶班啊？主任。一大桌子饭。姐，你怎么来了？我去你家找你了，然后发现你不在，一想你肯定就在医院呢。怎么着，就打算一个人这么过年？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刚才我在妇产科还吃了我妈包的饺子，这样过年我已经觉得挺圆满的。啊，你吃晚饭了吗？啊，我吃过了。哦，那吃点零食。啊，嗯。我愿意。你说什么？我说，感谢一鸣。
听说你要出国进修1年，这事儿真的假的？真的，这犹如晴天霹雳呀！什么晴天霹雳？那唐家瑜他知道。我和唐主任，我们俩只是朋友。好，朋友。那我再重新问你一遍，你的朋友唐家瑜他知道你要出国这事？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到底知？这次从藏区过来的先心病碰耳骨，过来做手术的，去年多了1倍。是啊，多亏了您跟基金会争取了更多的免费名额，很多患儿的家长一听说是您牵头引入的救助基金，都想来当面感谢您呢。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吗？这是团队的力量。主任，哟，唐主任，查房啊。唐主任，哎，团队的力量，这老小子采访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要是不往自己脸上贴金啊，那就不是宋主任了。我听说啊，他名片上的头衔多的都快印不下了。哎，你们几个别酸溜溜的，我觉得人宋主任做的都挺好的呀，该夸就得夸。哎，主任，你好像今天心情不错。最近这么多好消息，我为什么不高兴？首先是江百列已经升了主治了，告别了住院医的忙碌生活。其次，我们人工心脏已经通过质检，马上临床实验的批文一下来，就可以用到病人身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这个好消息，王海明融到了第1笔钱，马上要换一个又大又漂亮的办公室，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是不是？谁像你们呀，还有时间跟人宋宝德斤斤计较？宋宝德就算了，只是夜长梦多。你不知道王海明什么时候搬吗？听说好像就是这2天，应该快了。夜什么夜？夜。哎，唐主任。哎呦，你好。正要去找你呢。我大概多久能出院？出院大概得1周左右，但是完全康复需要更久的时间。给你介绍一下，这些是我们重病组的同事们。Hello，今后你的手术还有治疗，他们都要参与。哎呀，太喜欢你了！世锦赛最后这场决赛，你打的这太帅了！来，帮我先签个字吧，好不好？来，帮我先签一个。查房啊，不是粉丝见面会啊。那待会儿。不好意思。没事，习惯了。这应该就是体育的魅力啊。你先坐回床上，一会儿我要给你查题。哎，对了，这是我的经纪人丽珊，唐主任。各位医生好哈，唐主任啊，这次小戴他住院吧，没跟父母说，所以往后有什么事儿，你们直接联系我就行了啊。好，那江百列，介绍一下病情。哎，他的病历大家都看过，哪还用介绍吗？是不是？待会儿赶紧给我签个字，记着。介绍病历。病历：肖代胜，男，30岁，著名的排球运动员，37次代表国家队出征，2次获得 MVP 最佳球员称号。介绍病历，不是获奖简历。对，病历，请。肖百列，哎，主任，患者叫肖代胜，3个月前被确诊为马凡综合症，主动脉窦部病变累积到了主动脉瓣。这次入院呢，主要是为了来做手术的。你的检查结果我已经看过了。好消息是你的主动脉瓣是可以修复的，不用换人工瓣，用 David 手术修复瓣膜，不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药。可是坏消息是，我再也不能打排球了。你已经知道了。马凡综合症不只会导致你大血管的病变，还会让你全身的韧带松弛，一旦剧烈运动会导致你肢体会出现致残的情况，所以你可能要告别职业排球的生涯了。唐主任，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告别就告别吧。我从小就在体校长大，每天的生活很单调，除了训练就是比赛。这样的日子我过了20多年。我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我也很向往正常人的生活，就比如大口的吃碳水，不用考虑饮食，
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不用早起做体能训练。我对排球没什么留恋的，这个时候退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想得很开，能看得开非常好。我给你查一下题。我来吧，主任。我以为他会痛不欲生的，他毕竟是个明星球员。完善术前检查，这2天准备手术，注意你的情绪。主任，他经纪人说明天想请几个小时的假，要去拍广告。原则上是不建议请假的，如果非要走的话，必须写假条，而且本人要签字。好，准备一下吧，手术了。哎，主任，我那边有点事儿，马上过来。这个是让您签的字。哎，丽，抱歉，你刚才为什么不让高子主任叶一鸣要出国进修啊？叶一鸣不会自己说呀，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再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叶一鸣也真是，怎么突然要出国进修啊？哎，可能是没耐心了吧。你想，这半年了，2个人明明都互相喜欢，可谁也不说，全院的人都能看出来，什么感情能经得住这么消耗啊？主任，哎，主任，哎，吕校，你们收到那个科内要相互评判的消息吗？收到了，这次规模还挺大的，又要填表格，还要互相评分，几个主任还要开会讨论。我们科室那几个跟同事关系紧张的主任现在慌着呢，说是没有因为病人，反而是因为同事之间把自己拉下马。病人情况，主任，病人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你们主麻呢？我今天就是主麻。这台手术不是叶一鸣主麻吗？叶主任被科主任叫去谈话了，因为叶主任要出国什么？叶明要出国？叶主任要出国进修1年。开始手术吧。有什么事儿吗？叶主任，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科室互评的事情。互评该怎么评就怎么评呗。不过以我的经验，每年的互评会都变成了各个科室的吐槽。外科主任可不管院领导是怎么看的，先把自己说爽了才行。我相信今年也不例外。那我知道了，我这心里就能有个准备了。不像有的事情，这听说了心里都没准备。听说你要出国进修啊？是真的，我以为他们胡说的呢。那去多久？大概1、2年。还行。你怎么突然想到进修呢？这不是在医院待得挺好吗？而且你各方面能力都那么强。这不是那个，这山外有山嘛，而且待在这儿只有一成不变。改变哪有那么好啊？有变化才有希望，要不然就只是一潭死水。说的也对。那作为你的朋友，必须支持你啊。好，一切都顺利。我先走了，我刚下手术。支持我。刘峰，有什么事明天说，我接孩子去了。你接孩子，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钟林没跟你说，他报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班，
以后想做这方面的工作，每星期上课的时候，孩子我来管。哎，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什么事？我最近听到院里有个消息，说你要派叶一鸣去出国进修。怎么了？不是，在医院待得好好的，你让他出国进修干嘛呀？因为他是麻醉科的骨干，到国外知名的医疗中心进修1年，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机会，说明医院对他的肯定。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你又不是他女朋友。我不是他女朋友，我是他好朋友。好朋友，女朋友还情有可原。你好朋友，你还质疑我这个副院长？我跟你说，除非叶一鸣自己主动改主意，否则他去定了，我接孩子去了。好像是少了质检部门给的认证书，还有附带的文件啊。是吗？应该都在这儿了吧？因为这事儿是我同事在负责，我打电话问他一下。行。哎，龙哥，那个认证书你放哪儿了？王宫那边人过来取，说箱子里都没看见啊。柜子里。是那白色的纸盒是吗？啊，行，找着了啊，好，先挂了。不好意思啊，是这个，好，谢谢啊，辛苦了。哎，老秦，肖代胜明天那请假条签字了吗？签了，不光是请假条签了，这儿还有一个球星给球迷的签字。嚯，帅吧？老秦，你到底是谁的球迷啊？哎呀，瑞安我是不想看了，踢得太臭，从此以后就迷排球了。哼，小龙，走，啤酒羊肉串。哦，不去了，晚上有事。哦，好吧，你也不去吧？我去。哎呀，小龙，那我们走了啊。好。王工，那边有份资料不见了，你得过去一趟。好。哎，真真，那这样，你帮我把这箱里面的东西按这个方法整理好，好吗？好，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好，
走。哦，对了，你放在我家的厨具、锅，还有餐碟什么的，好多啊。你不是要去进修吗？我要不要还给你？我去进修，也带不上这些东西。哦，也对。走吧，一起上班去吧。以后可能也没什么机会了。哎，王主任，哎，崔主任，来，崔主任，各位新外的同仁都在啊，我就有正事儿跟大家说啊。大家都知道叶一民要出国进修了，对吧？知道，怎么了？今天晚上神外呢，我们准备要给他践行，地点呢定在赛因斯，所有的人都得去参加，人多热闹一点吧。如果各位有交女朋友的，有别的事儿的，你们可去可不去啊。但唐主任您一定得在。我再看吧。什么叫再看呢？唐主任，你说这科室谁不知道叶一民跟你是最佳搭档啊？你说这一年他替你搭了多少台手术？他这一走，还有哪个麻醉医生能像他一样的帮你这么多？他这一走啊，你说你再重新找个麻醉医生，还得磨合。对了，我还得去补个医嘱，你们先慢慢聊啊。徐主任，唐主任，马上再见啊！见一面少一面的事儿，比我还没眼力见儿。你怎么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哎，什么意思？你怎么那奶壶不开提奶壶？你快和我说说啊，说说。鹏哥，哎，找什么呢？没什么。大烈，昨天安心医疗的人是不是在我这儿拿走一个盒子呀？对呀，昨天给你打电话了呀。你这不会是失忆了吧？完了，我丢了个东西。来了，怎么了？这么没精神？这种会议毫无意义，来了也是浪费时间。今天这回不一样，相信我。每年一度的手术科室护批大会是安和娱乐性最强的，要不是为了维护医务处的形象，我都想带包瓜子儿来，边嗑边听。我知道，吐槽大会吗？都到齐了吧？各位主任，又到了1年1度的护评大会。我提醒一下大家，隔壁内科的护评大会啊，一片和谐，我们外科也学习学习，别总是一上来就那个什么，吸取一下去年的教训，大家口上留德。一会儿大家还要手术，那就开始吧。哪个科的主任先开始啊？你们大家都看我干嘛呀？我们今年神外的评分很高，我不会像去年那么发飙的。我今年特别的淡定，啊，你们其他科室的领导，你们是要发言，畅所欲言嘛？老崔不说，我说，请问麻醉科，上次那个胃癌患者，幽门梗阻，消化道出血，必须手术，你们麻醉科为什么说不能做？那个病人我记得，心功能、肺功能差得一塌糊涂，我怎么做全身麻醉啊？手术必须做，实在不行，做完手术，送 ICU 观察几天。我们 ICU 没床。哎呀，当时我真没想到，真的可以送你们 ICU 啊！我说了 ，ICU 没床。上次啊，我们骨科有一病人，怕出血太多，跟麻醉说呀，把这个血压降一降。结果倒好，这麻醉啊，把这换能器抬高了1寸。这看着血压是低了，其实它什么都没变啊。哎，
还是人家麻醉高招多呀？啊，之前我病人肚子太紧，跟麻醉说上点肌松，你们猜麻醉怎么着？他给上了5毫升生理盐水，还笑呵呵的对我说怎么样，松了吗？你们说这事儿让不让人生气？外科治病，麻醉保命。你们外科医生只需要切那么一刀，我们麻醉科那是要确保病人全身情况的。那血压不是说你想降就能降吧？还有肌松，能够无限量续杯吗？老实说，有的时候啊，真得想点办法对付你们，因为你们太难缠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请各位记住一点，我们手里的药和你们手里的刀一样，都不能够滥用。不能滥用，也不能不用吧？像这每次无痛分娩，找麻醉医生啊，就跟撞大运似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和的无痛分娩率一直提不上去的原因。我要是有人，能不给你派吗？现在懂我们 ICU 的心情了吧？我们没床。哎，我才回过味儿来，这什么叫你们外科医生就只切那么一刀啊？我们切了很多刀，好吗？哎呀，大家不要一上来就那么有火药味儿嘛。这个外科跟麻醉科互相嫌弃、互相牵扯，那是肯定的。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对了，要说到外科跟麻醉科的关系啊，唐主任最有发言权。你说说你跟麻醉科的合作关系的感受吧。我没什么好说的。怎么没有？和你搭台最多的就是叶一鸣叶主任，他可是外科最抢手的麻醉医生。说到叶一鸣，我得说2句了啊。在你来之前呢，我跟叶一鸣是最佳 CP、最佳搭档。你来了以后，他就转投心外了。就冲这一点，我真的对你们心外略微有那么点意见啊。哎，说说，畅所欲言。在我看来，外科医生跟麻醉医生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一台手术而言，可能所有人都认为掌控大局的是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只是作为辅助。可是，如果当病人出现危险的时候，甚至威胁到生命的时候，真正掌控大局的是麻醉医生。病人心脏失颤，找不到具体原因，我认为不再适合继续做手术。我只负责他的心脏，帮他做好手术，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可我要保护他的生命，只有他安全下了手术台，我的工作才结束。没有但是，必须保证术前用药的充分时间，调节血压和扩充血容量，否则在切除肿瘤的瞬间，内儿沙酚胺量骤减，血容量跟不上，会出现难以纠正的严重低血压。如果不手术的话，病人很有可能会猝死的。那也不能贸然上台啊。别的病还好说，是个细胞瘤，术前用药跟手术一样重要。能够最终决定病人生死的也是麻醉医生。所以，在外科医生的心里，对麻醉医生一定是存在
唐主任，不是说的挺好的吗？怎么不说了？我等一下还有手术，你们继续聊吧。哎，这会刚开始。唐佳宇，你没事吧？没事，挺好的。你是不是为叶一鸣出国进修的事情难过呀？你要是难过的话，就说出来呗，啊，最好是跟他说。那你不愿意说就算了。不过我倒是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什么事儿？王海明好像要跟我求婚。啊？进来，王光，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哎，就是这个箱子。你在这个箱子里面有没有看见一个这么大的？对，就是它。这是你的吗？我的呀。里面装的什么？戒指。戒指。你太粗心大意了，还好我帮你收好了。那我得谢谢你了。这是给谁的？那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喂。好的，百莲，我马上到。病人有点状况，我得马上去。那你得想清楚。你呼吸放松。怎么回事啊？不要紧。谭医生，谭医生，我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谭医生。放松，主任来了。谭医生，刚才拍着广告，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是不是主动脉出了问题啊？主任，应该是马凡综合症的眼部症状，可能是晶体脱位和视网膜剥脱。那你让眼科来会诊。行。放心吧，应该不是主动脉的问题啊。马凡综合症也会导致眼部有病变的，一会儿眼科医生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没事，再等会儿啊。主任，那个肖丹生刚被送回病房，是晶体脱位，那眼科已经给他做完手术了。他可能是有点害怕了吧，想要尽快的做主动脉手术。那就明天手术。行。叔叔他们已经去414了，说给您打手机也没接，让我叫你一声。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科里面还有病人，我觉得情况不太稳定，我得看一下。肖丹生的情况挺稳定的，而且他眼睛的事儿也不会这么可观，对吧？病人他是一个整体嘛，是吧？你总不能把眼睛给他刨掉吧？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昨天加班了。真不去了。那行，那你别太辛苦，反正有住院医他们盯着呢。啊，那主任我去找他们了。哎呀，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能够凑这么多人，还是我过生日那一天。不过呢，今天咱们是替叶敏送别。哎，别演了，我一共就去1年，你呀就是想给大伙儿喝酒找一由头。哎，你别拆穿我行不行？大家老聚一块儿多开心呢。再说我写了那么多 SCI 文章，影响因子不到这儿用的打折，这心里老觉得亏得慌啊。哎，老秦，唐佳宇怎么还没来啊？那个主任说他不来了。我看也别等他了，这场合太扎心。哎，你跟唐佳宇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事儿啊，说那么多次了，大伙儿也不信。院里的嘴我也堵不住，就这样吧。其实我看得出来，这个唐主任心情不太好，他是找一个理由在办公室加班呢。叶主任，你真的非走不可。一块儿喝一个吧。喝一，来。
没得聊了你。今天我可不是在这里故意偶遇你啊，叶主任，我是约了普爱的李主任在这儿采访。还记仇呢？好久不见，罗护士，我是唐医生。怎么样，肖大生？现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没有下午那么慌了。明天一早就手术了，换人工血管，修复主动脉瓣。刚才护士来给你做术前宣教了吗？不能吃也不能喝。护士都跟我说了。那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血压好控制。唐医生，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马凡综合症这个病呢，确实很严重，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你心态要放平一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知道我最放不下什么吗？什么？排球。可是你昨天说，你很想过普通人的生活，这是一个你很好退役的机会。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但当今天我重新拿起了排球，意识到自己以后再也不能比赛的时候，那一瞬间很痛苦，感觉周围都黑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可能当一个人真正的意识到要失去了一项东西的时候，才知道它有多重要吧。有变化才有希望，要不然就只是一潭死水。唐医生，我真的好想再打一场比赛啊。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了。有问题给我打电话。好。我申请外派了。外派？去哪儿？日本，下个月就走。所以普外这个采访呢，就是我在国内最后一个工作。日本？那么远的地方你一个人？你这个语气真跟我爸妈一模一样，有什么好担心的？哎，我还自学了日语呢。你听听。よ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さくら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可以呀。还行吧。你这是自学的？你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骂我？你说真的呢？什么意思啊？我说，叶一鸣，你这个负心汉。怎么可能是负心汉？哎，没有没有，哎，其实就是自我介绍，就是叶。哎，你别想那么多了，没事。肖大生，我好多。好像是。哎，唐主任，一会儿麻醉科接你去手术室了，不紧张吧？不紧张了。以前打球都有对手，现在我就把马凡综合症当成我的新对手。我相信，赢的一定会是我。这台手术的难点就在于休瓣，你们大家都知道。跟手术室说了吧，提前要做个10道超声。主任，我已经说过了。主任，这是下个月的麻醉排班表。之前没给过咱们啊。听说昨天总结会闹得不是很愉快，以后外科和麻醉的排班表都要提前1个月公布 ，ICU 的剩余床位也会随时更新。叶主任不是要出国进修吗？怎么他还在班表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科主任找他上午谈的话，下午开的总结大会。你们先去查房吧。好，主任再见。来，唐佳宇，叶一鸣出国进修是假的，是吧？被你发现了。其实出国进修的事情是真的，但是叶一鸣老早就拒绝了，只是没告诉你而已。哎，我事先声明啊，这件事情不光是我知道，刘峰他也知道。我们之所以没告诉你呢，是，是怕你关键时刻迈不出那一步，所以我们想帮着你跟叶一鸣戳破这层窗户纸。你们真的很多余。唐主任，叶一鸣，你明明已经拒绝出国进修，为什么还骗我？你什么你啊？你这么做有意义吗？你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我难过？好，我现在告诉你，你目的达到了。难道你觉得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难过吗？那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为了让你意识到，你我不只是朋友。我要马上上一台手术，要不然等我手术后再说。唐主任，都好了。手术吧。
他们答应给我麻醉科主任的职务了，可以按照我的想法打造一个全新的麻醉科室。什么时候的事儿？前2天。本来我是拒绝的，但是后来又想了想，我还是答应了他。好。是因为钱？如果是因为钱的事，安和医院是家公立医院，就算我想给你涨工资，我也不能给你瞎涨啊。我知道，不是因为钱。唐佳玉，我就跟你说过吧，这个女人不靠谱，没心没肺，你就是不听。你看，哎，如果知道顾她回来会赔掉医院最好的麻醉医生，为了人工心脏，8成我还是得顾她回来。刘峰，你这是在挽留我吗？这当然是了。哎，我听说上海这家国际医院啊，跟普通的私立医院不太一样，它走的是国外医疗中心的路线，资源很扎实。我也听说了，人家给的是麻醉科主任的职位，是个人就会心动吗？可是叶主任调走了，咱们主任会伤心的吧？他们2个坏就坏在都想的太多了，但凡有一个是单细胞，这事儿早就成了呀。现在分开2地，我看完了。同志们，你们要做好精神准备啊！如果主任不高兴，咱们的日子可都不好过。主任，叶主任跳槽的事儿，你知道了吧？我知道啊。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是个很好的提升机会。以他的业务能力，能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替他高兴。你真这么想啊？行了，咱们就别说人麻醉科的事儿了。我倒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科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昨天出门诊，有个病人跟我打听，说听说有一个江医生。我还在想，江医生，通常病人打听医术好的，不都应该是唐医生吗？是吧？这怎么突然会有人问江医生呢？我们科室只有我一个人姓江吧？还有谁啊？对呀，后来我仔细问，人家打听的就是你。不可能吧？你像我这样的小透明，怎么可能有人打听呢？谁呀？是因为有人在病友群里发说这个江医生的医术真是太厉害了。啊？后来我才知道，发这篇帖子的人就是那个什么猪妹妹。明珠妹妹，都知道是吧？叫明珠妹妹的网红。啊，你们说的是那个徐明珠啊？小百炼，你那个脸怎么红了呀？谁脸红了？没有吧？红了。这个病人是个风心病导致的2尖瓣反流，有手术指征。田百烈，哎，你现在已经升了主治了，而且这1年对你的磨砺和成长都不小。我考虑了一下，是时候帮你独立手术。2尖瓣置换术，你做主刀的第1台手术。我换衣服了，一会儿上房。可以啊，小百炼，可以啊！江院，江主任，真的。姐，你好好的辞什么职啊？好好的去什么上海？你考虑过爸妈的感受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现在大家忙得跟鬼一样，1个月才见几次面。你去上海到底想干什么啊？走，来走。
走。哎姐，少来。姐，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从上海坐高铁到这儿就几个小时，我会经常回来的。真的？真的呀。保证？我保证。行。光说不行，还得写下来，每个月至少回来一趟。那还有一些其他条款，签字吧。干嘛呀？我又不会坑你。你是有备而来的吧，巴哲兰？签不签你？签。病人都查完了。陈白天。哎。第一场主刀的手术，宋老先生准备了吗？做好了。秦大忠，你给他做医嘱，把关兜底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哎呀，真没想到，一转眼小百列都要主刀了。这以后再有点闲事儿杂事儿的，我支持谁去啊？我呀，该支持，可不敢了。好家伙！唐主任，哟，晶晶，处长，晶晶，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人工心脏临床实验的批文下来了。这么快？咱运气太好了。哎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工心脏可以给人使了。是的，抓紧时间找受试者。主任，林姐，叶主任来了，点名要找你。叶主任，妇科的还是麻醉科的？都不是，已经退休的那位老叶主任。咱们去看看手术吧，我们先去看看。孔主任，叶主任，老主任，那要不咱们先去把住院手续办了？哦，那你跟我来。孔主任，您先请。走。这是我的体检结果。好的。麻烦你看一下。我有帕金森，做过脑深部电刺激术，手抖的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但是走路呢还是不太行。既往体健，就是10几年以前呢，因为感冒，拖延成了心内膜炎，2尖瓣换过1次生物瓣，最近有点胸闷和气短。您这个 CT 的检查报告，我看您患的生物瓣已经钙化了，而且已经导致关闭不全，现在已经影响到主动脉瓣，主动脉瓣也关闭不全了。所以您来心外是为了这个？是啊。那您觉得需要手术吗？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但的确是需要手术的，因为您的情况比较特殊，您有帕金森，之前又开过胸，您的手术方案需要非常的谨慎。您之前的瓣是谁给您换的？咱们心脏中心的老主任。那您这次来是想让我给您手术？没错。我听说唐主任你手术技术高超以外，我还有点好奇。您好奇什么？我就是好奇，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有魅力的，把我的儿子迷得可以辞职跑到上海。叶主任，如果您真的希望我给您手术的话，我希望你能不能换个角度看我？可以，我换个什么角度呢？患者看医生的角度。爸，怎么回事啊？
我听到妈电话才知道你来了。啊，唐主任，没事儿，啊，你妈去办住院手续了。我又不是第一次住医院，紧张什么？唐主任，妈妈没事吧？之前换的生物板已经钙化了，导致关闭不全，而且已经影响到主动脉瓣，也导致关闭不全了。不过不用担心，我会开一些检查再看一看，但估计是需要手术的。麻烦你了。没关系，那你们慢慢说。你的病啊，我早就说了，不要瞒着2个孩子，你非要瞒着，害得我也落埋怨。哎呦，孔主任呐，一个苹果，恨不得被你削掉一半，太浪费了。有的吃就不错了，哪那么多花？哎，那个唐佳玉怎么样啊？像你，凶巴巴的。再观察观察，哪能一会儿就看出来了？哎，当初儿子要是和那个黎英成了就好了，说不定现在都谈婚论嫁了，也不至于非得让他跑到上海去。早就没戏的事儿，你还提他干嘛呀？我说孔主任，你不会忘了我找唐佳瑜做手术的真正原因吧？当然忘不了啊，你不就是为了让他留住儿子吗？也不知道你当年在这个眼科怎么混上去的，这老不忘记这个大方向。江百雷运气真好，这么快就独立放手术了。哎，我说陈子，宋主任什么时候给你放啊？宋主任心里头压根儿就没我。怎么样？有没有急需要移植又等不到供体的患者？不是病情太重，已经做不了人工心脏啊，就是病情尚可，打算继续等供体的。目前没有合适的受试者。那个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啊，我要跟大家宣布个事儿，我准备和吴护士长，我俩准备结婚了。真的？真的？哎呀！哎呦！恭喜啊，龙龙！恭喜啊！恭喜啊！哎，不是，你这干嘛呀你？你抱哪儿啊你？恭喜啊！我跟你说话啊！哎呀，真好真好，护士长，这一朵鲜花终于插在了龙脊上，龙脊。而且以后改称呼了，得叫弟妹了啊！我也叫嫂子，嫂子。龙龙，啊，恭喜你加入我们幸福的行列。我找到组织了，组织很温暖的。陈向东，
以后你可得对敏敏好啊，要不然整个中心的人都饶不了你们。主任你放心，我一定对她特别好。哎，不过你们今天这状态有点不对啊！我说完以后，你们不应该是惊讶吗？你们。 其实我上个月在停车场的时候就看见你们俩啊，那回我也在旁边。哦，有一回，大概是3个月前吧，俩人在休息室。休息室，这说呀，这种嘛，你这才3个月前，我半年前就知道了。我就说要低调点吧。不过就算再怎么低调，也逃不过你们这帮人的眼睛。是啊，心外医生嘛。 这帮子人平时八卦的很，没什么逃得过他们的眼睛。但你相信我，主任一定能知道，是吧，主任？我知道。啊？每天敏敏不都是把牛奶放在办公桌上吗？放了好几个月了。哦。那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对。下个月，这不请柬刚做好吗？今天就是来给大家给大家送请柬。请柬都来了，这个红包准备收到请柬就得拿红包。哎呀，红包是另说另讲的事儿啊。小百炼，到时候来当伴郎啊。没问题啊。哎呀，好了，总算弄完了，我现在看着舒服多了，心里。谢谢啊。那我回科室了。你等一下，我有个惊喜给你。哎，你要给我的东西，你想清楚了吗？是不是太快了？红豆，哎，欧阳处长，那正好，我这一过来。来，欧阳处长，这是我跟吴敏敏的结婚请柬，记得一定要来。红豆，这是你的。好。你和吴护士长，什么时候的事儿？我知道他谈恋爱了，但是我是不知道是吴护士长。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他粗心大意，把那个求婚戒指放在一个资料箱里了，结果被我给发现了。对，哎，就在那天让你整理的那个资料箱里，你没看见吗？戒指是你的？是啊，是我的呀。我那天不小心把戒指弄到那个材料箱里了，然后我就找王工要，多亏了王工。啊，对，那这样我得多谢谢他。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我还有这么多请柬要发。好啊，到时候记得一定要来。行，拜拜。哎，婚礼见啊！哎呀，这么快，他们都要结婚了。那我也回科室了。哎，你等会儿。奶茶？这家特别火，每天要排队排好长时间，我也等了好久。你说要给我的东西就是奶茶？啊，小护士们都说这家特别好喝，女孩都喜欢喝。你自己留着喝吧，我不爱喝奶茶。怎么会有女孩不喜欢喝奶茶呢？孔主任、叶主任，检查报告我都看过了。如果选择开胸呢，确实是太危险了，主要是术后的恢复太困难了，因为您的身体没有办法下地走路锻炼，长期卧床会导致您患有坠积性肺炎。这些我都想到了。那唐主任，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我倒是建议您可以做胎位，是一种介入的半中瓣，在您心尖上开一个非常小的口子，用介入的方法把二尖瓣跟主动脉瓣放进去，这样不需要开胸，而且术后恢复得快，也不会加重您之前开刀造成的粘连。那已经钙化了的生物瓣呢？不用取出来，所以才叫半中瓣。这是这几年刚有的一种新的技术，做过之后的病人术后反应都非常好。不着急，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不用考虑了，就按照你说的方案来吧。我这个人呢，相信数据。是什么数据？我看了唐医生莱安河近1年来的手术治愈率非常高，
除非去找人外的朱伟宁或者顾英雄，不然，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那二位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这个有。关于叶一鸣要去上海的事情，你怎么看？老叶的意思是说啊，你跟一鸣经常的合作，这个外科要是有一个好的麻醉医生，那就省事儿多了。在这方面，我们都深有体会，对吧？啊，对。我想听听唐医生你的看法。我没有什么看法。错误答案。唐医生，你也不着急，想想再回答。哎，主任，主任，受试者找到了？不是，我问你找到了没有？反正消息都发布出去了，我的那些同事啊、同学呀、院内院外的，他们都知道了。有消息肯定马上就告诉我。批文没下来的时候，急着用人工心脏的患者一茬一茬的。现在批文下来了，有没有患者？没事儿，好事多磨，肯定会找到的。不去了，有事。儿子，我刚下手术，没吃饭吧？还没呢，等会儿吧。让你爸多睡会儿。手术方案已经定了，介入办中办。唐主任告诉我和我姐了，我觉得这方案行，风险小。儿子，那妈妈有话就直说了。你非要去上海，是不是为了那个唐主任？谁告诉你的？妈，你别听我姐胡说，我去哪儿啊和别人没关系。我呀，就是觉得这个国际医院是一个好机会。郝烈，宋主任啊，你要主刀了，在这练习，缝得怎么样？宋主任，要不您帮我瞧瞧吧？针尖排列均匀，缝的也漂亮。不过，这是猪心，在病人心脏上缝，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这心里啊，其实还真的挺紧张的。就是病人越信任我，我就越怕自己做不好。你说我以前天天盼着做主刀，现在真做了主刀了，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主刀，心里不忐忑，那才是剑来。我给你带了饭，你最喜欢那家餐厅的，你弄出来吧。我没有胃口吃。怎么了？
你今天在医院的时候就不高兴了，是怎么了？龙向东的那个戒指啊，我看见了，我以为你要跟我求婚，结果你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也没有，其实我也没什么气好生的。反正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也不长嘛。但是我想，如果说真的要结婚的话，那就得考虑生孩子吧。我是一个高龄产妇，恢复期又慢，那将来我的工作怎么办呀？就是因为那个戒指，才让我想这么多。你别害怕啊，我完全没有逼婚的意思。我没有被吓得吼。那我问你啊，你想结婚吗？我恋爱还没谈够呢。那这样，我们既然想谈恋爱，我们就先谈恋爱。现在先不考虑结婚的问题，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好吗？包括孩子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有了，那我们就迎接他。但是绝对不能让你为了这件事放弃工作，这个我不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进。主任，那个有什么事儿呢？哦，术后遗嘱开着呢。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挺稳定的，进 ICU 了。哎呦，今天这台手术真够惊险的，这血流的哗哗的。这台应该是这个月出血出的最多吧？还好止住了。看后半夜怎么样吧，千万别2次开胸。今天晚上你不走吧？我肯定得留下，我今天就睡值班室了。哎，刚才那个有个护士说老叶主任要找你，说让你去趟病房。知道了。啊，那我等你接你的遗嘱啊。好。叶主任，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我看一下这个半中办的资料，毕竟明天要动手术了嘛。要做这个手术的人是我，您是病人，需要好好休息。哎，小唐啊，之前我说话有些地方不太礼貌，你别往心里去啊。其实我想求你办一件事。叶主任，您别这么说，有什么话您就直说。一鸣，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对吗？我跟他妈呢，都想求你劝劝他留下来。毕竟，一鸣是在安和长大的，这儿才是他的家。我们该说的都说了，恐怕现在唯一能够劝他留下来的人是你。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叶主任，这个忙我帮不了。为什么？你不喜欢他吗？我喜欢他，但是我更了解他。就好像1年前我选择回国，来到安和医院。当然，除了当时感情跟家庭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刘峰承诺我，让我做心脏中心的主任。这对我的诱惑力真的非常大。从前我只是一个外科医生，做很多事情都有局限性。但是，做了心脏中心主任那一天开始，就不一样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想法，完全打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科室的样子，还有一个大型的心脏中心。我相信，这个动力和这个诱惑力，只有我自己知道。
现在叶一鸣面对的跟我是一样的情况。我希望他能够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希望他能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不受任何的牵绊、阻碍。所以真的很抱歉，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主任，怎么了？病人有大出血了？哎呦，宋宝德居然说找到人工心脏的受试者了。真的？在哪儿呢？他办公室。宋主任，哎呦，来，汤主任，哎，情况是这样的，我把消息呢放到了外院的一些微信群里。本来不以为消息会回得这么快，刚才回家都要睡了，哎，突然这消息就来了，知道你们刚下手术还没走呢，我赶紧过来了。这是检查报告，你看看。扩张性心肌病，左心增大，重度肺动脉高压，射血分数15%。据说病人推去做 CT， 结果呢打造影剂流不回心脏 ，CT 没做成，左心室基本不泵血了。他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供体的话，生命期会很短，所以特别适合做人工心脏。谢谢你，宋主任。不客气。哎，不过病人和家属还在犹豫，他们对人工心脏不了解，怕医院当他们当实验品。爸，在里面别害怕啊，我们都在外面等你。怕什么呀？这手术室啊，我都不知道进出多少次了。我帮你擦。你给别人做手术和你自己做手术能一样吗？你看这黑眼圈，就知道你紧张的没睡好觉。哎呦，孔主任，我这不是紧张好吧？我这是研读那个手术资料呢。哎，一鸣这小子怎么还没来呀？哎，这说着就来了。爸，今天是你给爸做麻醉吗？不是我叫我们科主任给做的，一会儿他们就来了，我提前过来看看。行。爸，今天感觉怎么样？哎呀，一个小小的介入术能有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呢就一个字，感觉好极了。来了，走，咱们到外面去。你爸爸跟弟弟有话说啊。行。哎，儿子，来坐。爸，你有什么要单独跟我说的？一鸣，你如果真想去国际医院，那就去吧。不过你要想清楚，你如果现在放弃了唐佳瑜，以后恐怕会后悔。儿子，如果你真碰上了一个喜欢的人，他也爱你的人，你小子就应该大胆的去冲。现在病人的情况，肺动脉高压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手术台上让其他人处理一下。那先去吧。可以开始。
汤主任，我爸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换掉了2个瓣，现在已经送到 ICU 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应该可以转回正常病房，放心吧。谢谢你啊，汤主任。别客气。看吧，没事。姐，你先陪着马，我去 ICU 看一眼，有什么事儿立刻告诉你吧。好的。佳宇。去上海的事儿，如果是你叫着我，我就留下来。叶一鸣，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吧，不要为了我而留下来，完成你的理想。打造一个你想要的麻醉科。加油！接通了是吗？看得见吗？这是我们重病组的同事们，我是唐医生。我叫李美玉，这是我的父亲林登川。你好，以你父亲现在的情况，如果再等不到合适的供体，是非常适合人工心脏植入的。听说你们对人工心脏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我在这儿跟你们详细的讲解一下，等你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可以吗？人工心脏植入并不是把病人原本的心脏切除，它而是在病人的左心室的心尖上开一个小洞，然后把这个东西缝进去。好的，就是它。人工心脏的本质呢是一个机械泵，手术会用一根人造血管连接机械泵和主动脉，植入体内的机械泵通过一根绝缘线与体外的控制器连线，绝缘线要从病人的体内穿出来，而控制器呢需要装电池，所以植入人工心脏的病人必须随身要带一个包，包里装的就是控制器和电池。控制器可以同时装2块电池，使用中如果电池没有电了，备用电池会自动的启动。其实人工心脏在国外已经有近20年的使用历史了，有的患者因为没有带电池去世了，也有的患者电池包被歹徒抢走了，险些丧命。而体内穿出的电线，日常的护理是非常艰巨的，你要防止它感染和电线扭断等等。我们的护士长，你好，我们护士长接受过护理人工心脏患者的全面的培训，会在患者出院之前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培训，教你们怎么样应对这些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大概非常好奇人工心脏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现在我们就用动画的形式给你演示一下，好吧？周达，人工心脏是代替病人的左心室，把心脏里的血抽出来，泵入主动脉，用这种方式呢维持病人的生命，同时让左心室得到休息。装上人工心脏之后，病人就有一定的时间，有机会继续等待移植供体心脏的出现。李美玉，你现在看到的不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正在研发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因为临床实验期间，所以人工心脏的费用可以由医院来承担。但是手术费跟住院费需要患者自己来支付，大概的费用应该在20到40万不等，这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我刚刚讲的以上所有就是对人工心脏的介绍，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唐医生，我就只有一个问题。那个关于人工心脏，我好像听懂了，但是也没有完全听懂。就是我们这边的医生
说我爸快不行了，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能治好我爸爸吗？我真的不能失去他，你可以救救他吗？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可以救他。体征一切正常。张医生，我们都准备好了。好的，秦老师。心外必胜。闭上。开始手术。心脏，同学们都上过解剖课，肯定对它不陌生了。心脏在人体内的地位，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被认为高不可攀。有人说，心脏不光是一个器官，更是人类灵魂的居所。这当然只是一种浪漫的表述。但是，要在跳动的心脏上动刀，曾是现代外科最大的禁忌。直到50年代，人工心肺机，就是体外循环的发明，才使得心脏直视手术成为可能。心脏外科一直都是外科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学习外科学中心脏疾病这一章。在上课之前呢，我想问问同学们，未来有谁想选择从事心外呢？好，还有位女生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唐佳瑜。唐佳瑜，你要知道啊，心外对医生的体力要求是很高的，艰苦和复杂的程度超乎想象。男生做来都很吃力，女生如果做这行，恐怕要放弃很多东西，失去很多东西，还要永远面对挑战。即便是这样，你也愿意选择心外吗？我愿意。我愿意这3个字的分量，做一名心外科医生的艰辛与喜悦，直到20年后，他仍在一点一滴地体验着。林美玉，唐医生，林德栓，这么远转院过来辛苦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就是喘不上气儿。肯定不舒服，我给你检查一下，家属把扣子解开一下。转过来。好，谢谢。可以吗？有点凉啊。给你。来，心脏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我会让他们通知移植平台，看有没有合适的供体。如果没有的话，植入手术要尽快。那个医生，咱们能不能稍微晚3天再做？因为我爸他想就再见我第一面。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多等1天，这个风险就会增加1天。你弟弟在哪儿啊？他过来需要那么久？哎呀，秦大洲，你笑什么呢？哎呀，
我在笑啊，造化弄人。哼，你说说，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一这么合适的受试者，可人家偏要等在非洲工作的儿子回国之后才肯动手术。非洲啊，非洲！你咋戏那么多呢？人家儿子是在非洲修铁路，知道老爹要手术，人家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所以说呀，咱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啊，人家有个儿子在非洲，这手术还得下周再做吧。下周就下周吧，至少现在病人在医院，有什么紧急突发的情况，我们也方便抢救。对了，跟王汉明手底下的人说，明天拿1套人工心脏来，存到手术室。今天周几啊？周五。周五，龙向东。啊？明天周6，你一定帮我盯紧了林德栓的生命体征。啊？我呀？有问题吗？哎呦，你什么你呀？主任平常那么多事儿，你不说他早忘了。就是，主任，明天我结婚。哎呦，我怎么都给忘了？我就想这2天有个大事儿，原来是你结婚大事儿。忘了就是忘了，不用后找我。主任没事，多存点份子就行。那个我自己忙的都快忘了，不过现在也还好。既然受试者已经确定了，大家也都安心了。哦，对了，你们得早点来，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我还稍微有点紧张。看见你们，我能踏实点。好。叶主任，曹主任那边有台急诊手术，咱科室的人都排满了。问你能不能过去帮忙做一下麻醉？啊，行，排我吧。嗨，呀，来看我啦？听说你找到受试者，来恭喜你。给我带好吃的啦！恭喜我就给我买快餐呐！哎呀，主要是最近吧，王海明老是带我去下馆子。外面的饭呢，真的有点吃腻了，所以我觉得吃点快餐挺好的。你就秀恩爱吧？没有，我说的是真的。其实有时候吧，我觉得王海明挺讨厌的，总是带我干这个啊，干那个，烦都烦死了。秀吧，你就秀恩爱吧。我就秀一点。秀，愿意看你秀。现在看到你这样，挺为你开心的。哪像是第一次见你啊，整天板着脸，那个样子凶极了，不知道还以为是女版终结者呢。哎呦，那时候我看你啊，可吓人了。你不是说我是机器人吗？那不是逗你的吗？过来。我那时候真是挺怕你的。你给我一瞪眼睛，我觉得下一秒能把我掐死。其实呢，我也怕你。我有什么可怕的？我这么温柔可爱、善良美丽。有啥好怕的？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给我惹出乱子来，让我收不了场。谢谢。别人呀，我只要准备 A、B 2个方案就足够应付了。对于你呢，就是 A、B、C、D、E 都不够。我其实你现在吧，应该是特别爱我。你少臭美。你不爱吗？我还是害怕你。我有什么好怕的？怕你不开心。
给我插着。是。你妹妹现在怎么样了？我妈说最近挺好的，前一段时间他们带孩子来复查了，检查结果是应该可以坚持到5岁左右吧，再做第2次手术。全家挺开心的，还准备最近去度假，还问我去不去。度假？哼，这俩字怎么写我都忘了。咱们俩想的是一样的，我们跟人家就不是一个次元的人。我每次在手术室手术的时候，累得不行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此刻我在度假，躺在海边，放眼望去，茫茫的大海，我就这样躺着，点一杯冰啤酒，脑子放空，什么都不想，这种日子多爽！你想的还挺美。我的愿望呢，就是今年医院福利不要再发电瓶车了。哎。我听说那个泌尿科主任都6个电瓶车了，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讲，他都快疯了。他说他以后退休之后都能开个烙饼铺了。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咱们医院为什么就不能来点实际的东西？什么实际啊？这个啊，肤浅，你说是不是？这个小区的房源紧俏，而且你们可以看。这个房子呀，保养的特别好，住在这儿的人是医生，房东啊已经租给他好多年了。主任，太漂亮了吧，女皇啊，恭喜好事！坐这儿，上座。你正好挨着欣欣。龙王这回算找了一好媳妇儿。这是倾听我下面一段话，并郑重地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朋友们，婚姻是一种承诺，婚姻要求的是延续一生的相互陪伴，这里面包括了2个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安慰，还有爱。好的，孙东，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有可能经历风风雨雨，你是否能够做到像他的爸爸妈妈那样，永远的爱他、关心他、保护他？用你全部的爱给他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尊敬的青岛，你能够做到吗？我能够做到。好，谢谢。来吧，小董，带领咱们所有的自己深深的拥抱你心中的太阳吧。你也流出来了。哦，我如果带不出来，他们就该敬酒了。我今天不太想喝。吴向东和吴副市长，他们俩真的很幸福。是啊，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幸福。
哦，对了，你的房东我看把你的房子挂牌出租了。那你到上海住哪？国际医院有宿舍，我先住下来看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出去找房子。你呢？最近有什么打算？我就跟从前一样啊，每天做手术，忙不完的工作，就是平平淡淡吧。我以前觉得这样就挺幸福的。那现在呢？现在，可能等到人工心脏真正上市吧，或者还有一些新的医学上的学术的突破，可能幸福本来就是遥不可及，就这样安稳的过日子，就挺好的。我不相信你这人怎么想的。为什么？因为是你啊，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对你来说永远不够。就像你做外科医生一样，一般的你是不想做的，你要做就做最优秀、最好的那个。我有那么贪心吗？喂，宋主任。知道了，马上回来。怎么了？出事儿了。走吧，把周命祖没喝酒的都叫上，回医院。你爸爸情况不太好，不要着急啊，唐主任马上就来。哎，宋主任。哦，唐主任。病人心衰加重了。知道，辛苦了。不客气。美玉。唐主任，你快看看我爸呀！你父亲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心脏随时可能会停。心脏停是不行了吗？对。主任，刚查询过移植平台了，还是没有相匹配的供体。知道了。现在的情况是你父亲需要尽快手术，但是移植平台没有合适的供体，所以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美玉。唐主任，我把我爸交给你了，求求你救救他。放心，我会尽全力。唐主任，这是阿赫第一台博士宣布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您对手术的成功有几分把握？龙外医院的人工心脏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龙外医院的顾主任这样描述你，我原话转述啊，您是他见过医术数一数二的。不好意思，我还有手术。唐主任，唐主任。喂，顾主任。唐主任，我正准备做人外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一声。巧了，我也是，我现在正往手术室走呢。您的病人是？消防员。至少2年前是吧？从火海里救人的那种男子汉，浑身肌肉，可现在瘦得像一把柴火，连下床都费劲。重度心衰是对病人最大的折磨。你的病人呢？我的病人是个果农，家里住砂糖局的，听说味道非常好，家里有1儿1女，他们说宁愿倾家荡产也要救他们的爸爸。顾主任，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和国内这些同僚坚持10几年的奋斗和努力，我才有今天的成功。可以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非常感谢您。救治病人是医生的天职，病人把心脏交到我们手里，我们为了病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这句话，薛老也说过。祝你手术一切顺利。彼此彼此。
已经进入麻醉状态。人工心脏临床实验第一例人体植入手术，现在开始。手术刀。电锯。来，开胸器。可以对接管道，开体外循环。转机。体外循环建立完毕，针指。人工血管，准备人工心脏。人工心脏植入完成，准备启动人工心脏，开放声主动脉，心脏跳动恢复后，体外循环缓慢减流量。主任，这才是手术最难的部分。对，在开启人工心脏的同时，体外循环需要缓慢地减缓它的流量，一升一降，此消彼长。叶主任，帮我时刻盯紧病人的生命体征。明白。周达。开启人工心脏，开机。人工心脏转速调到1000，体外循环逐渐减流量。人工心脏转速调到1400。1400。人工心脏转速调到1800。1800，转速调到2200。2200，转速调到2500。2500。人工心脏转速调到2600。2600。关闭。可以达到平衡了。情况差不多了，你们赶紧回去吧。
今天我守在这儿就行了。主任，你消耗够大的了，要不我留下来吧？哎，廖主任，你这有点喧宾夺主了。ICU 一向都是我负责的，你也回吧。今天晚上你们两个都别争了。你们两个对人工心脏的经验都不够，他左心衰这么多年，突然恢复功能，很容易导致左心过度做功，右心跟不上，反而会导致右心恶化，甚至出现失产。哦，这就是叶主任手术室提醒的，说这个左心抽得太猛了，现在虽然平衡了，也可能出现其他的状况。对，晚上还得监控人工心脏的各种情况，还得调试。老周，你回家吧，你闺女在家等你呢。哎，主任，我在值班室睡，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好，走吧。嗯，那我们走了。嗯，走吧。李美玉，李美玉，你爸爸现在情况挺稳定的，我带你去看看他。哎，等一下，我给我弟弟发个消息，这样他下飞机就知道我爸爸手术成功了。啊，对了，有件事情跟你说明一下，装了人工心脏的病人。从胸口听是听不到心跳的，不是说他的心脏不跳了，而是因为他的机器声音嗡嗡作响，会听不清心脏的跳动，所以你不用害怕，好吗？来吧，谢谢。记录一下。主任。过来看看吧。爸，你感觉怎么样？情况还可以。美玉，我能喘上气儿来了，手脚暖和了。叫唐佳瑜。喂，刘峰。明天开新闻发布会，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吧？人外医院都开了，我们也不能落后。明天就这么定了。佳玉，叶主任，林德川情况怎么样了？唉，调了一次流量，右心还在适应当中。这2天还是要在 ICU 观察一下，等情况稳定了才能转回正常轮滑。今天还破了一次例，林美玉
还进去看了一下爸爸。嗯，见着亲人，见着亲人好啊，能让患者更有动力，恢复得更好。哎呀，刘峰真是沉不住气，明天就要开发布会了。明天啊？那也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我明天就要去上海，下午的票。这么快？啊，安和的离职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上海那边一直在催我，我就心想，赶快过去吧。谢谢你，让我参与了人工心脏的手术，让我在安和最后一台手术这么有意义。佳悦，你怎么了？没什么。那祝你一路平安，一切顺利，照顾好自己。你也是，保重。嗯。看什么呢？吓死我！听说这个叶一鸣要去上海了，我知道。你就没想着要拦一下？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咱都这岁数了，不是说了吗？别不爱听，但是咱依然美丽啊。咱好不容易碰上一个稍微有点心动的，咱还不把握住这机会？别等着将来吃后悔药。就你知道的多。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你琢磨琢磨啊。词儿背的怎么样啊？谁的词？唐主任。哎，刘燕，医院发布会，你来主持吧。我主持啊？别忘了词儿啊！我先下去了。哎，你不是为这发布会都准备半年了吗？是啊，之前不是因为想竞选院长吗？不过现在我可能不竞选院长了。啊？不竞选为什么？当了院长，工作可能会更忙了。那我家里怎么办？佳悦，如果要在仕途和家庭选一样，我选家庭。都这个年纪了，连宋宝德都能释然，踏踏实实去弄那个先心病基金，我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一会儿医院部分你来说，好好说，给我们安和长长脸。我一开始研发人工心脏，只是为了制造一台完美的血泵。但当我跟安和医院的医生接触之后，我才知道全国有近1000万的心衰患者，由于移植供体短缺，每年能够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人只有400人。想要成为这400个人当中的幸运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现在。
正常的生活。离人工心脏真正意义上市，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医学研发人员会不懈地努力，以最快的、最短的时间，把人工心脏带给我们全国的使用者。谢谢。喂，知道了，马上回来。又来了一台急诊夹层。走吧。